但凡当年吴孟达收敛一点点的话，这段上京城考武状元的经典就差强人意了。爹，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。阿灿，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，为了苏察哈尔家，你应该这么做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为任何人，我是为了一个女人。英雄，为女死，为女亡，为女上京考状元郎，何家女子？怡红院金牌清官人如顺姑娘。妓女有何不妥？品味与人不同，真是能人所不能。老爹钦佩你，我陪你上京。为帮儿子顺利拿下心上人，达叔果断举家搬到京城复考，可谓是老子溺爱儿子的顶级操作。并且在备考期间，他将明日主考官约到家里，偷偷塞给对方200万两后，顺利拿到了明日笔试题目。随后让师爷赶紧将卷子做好。而习惯了父亲的各种手段铺路，苏灿直接看都不看主考官一眼。哎，看看，你看看我的儿子是不是一副状元郎的样子啊？不仅如此，笔试当天别人都在各种小抄，苏灿却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，就连主考官多次提醒也无济于事。眼见装睡的人怎么也叫不醒，主考官只能将提前做好的试卷调包，成功将苏灿送进了武试环节。第一个测试项目是举重，那些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拼尽全力举起，结果却落了个重伤。轮到苏灿时，他将防滑粉均匀涂抹手掌，站稳马步后双手握紧杠铃，紧接着一声呐喊发力，举不起来。殊不知苏灿这是在保存体力，毕竟接下来还有很多测试项目要考。随着跳马项目开始，苏灿快速奔跑后瞬间起体，直接以后手翻转体180度接前直转体540度高难度动作，拿下了评审团全部满分。本以为自己是全场最佳，不料下一秒一个叫博达尔多的选手同样拿下了全部满分，并且还对着苏灿进行嘲讽鄙视。很明显，这是将苏灿认定成了最终对手。在接下来的自由搏击测试中，苏灿一路砍瓜切菜，每个对手仅用3招就败下阵去，最终和博达尔多会师总决赛。与此同时，观众席上的大臣们开始下注，这一届的武状元会花落谁家？苏灿的赔率是1赔10，博达尔多的赔率是1赔1。而之所以双方赔率如此悬殊，一方面是苏灿弃权举重丢了40分，二是博达尔多的叔叔是当朝王爷。可就在众人都将宝压在博达尔多身上时，用望远镜观察了半天的吏部尚书却觉得苏灿会是最后赢家。那个博达尔多外形俊朗，浑身有力，但是还没出赛光走一圈就冒白汗，我看他8成是虚火。那个苏察哈尔灿可就不同了，怎么样？虽然一路头歪歪，但是一直杀进决赛一定会黑的起来。黑？什么黑啊？洋文呐，会黑的就是有斗志的意思。所以我准备全压。是吗？那你要压多少啊？80万两。见尚书分析的头头是道，达叔赶紧劝他多压一些，毕竟是1赔10的比率，这一场下来就可以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一句话瞬间提醒了尚书，于是拿出全部家当200万两买苏灿赢。豪气！你怎么不下注啊？我下注干什么？苏灿是我儿子啊！糟了惨！我少分析了一样。少分析什么？血统啊！血统？结果决赛开始前，主考官突然换成了博达尔多的叔叔。看到这的达叔瞬间慌的一批，因为此人正是怡红院和苏灿抢姑娘那个王爷。而随着场上两人搭弓射箭，第一回合的射箭测试正式开始。博达尔多一箭射中靶心，苏灿更是力无虚发，直接将靶心射穿带飞。这一幕令达叔两人认为已经稳操胜券，怎料裁判却以靶上没有箭矢，宣布这一回合博达尔多获胜。如此明目张胆的黑幕，引得围观村民们都开始纷纷骂名。第二回合是马上作战，赵无极偷偷塞给博达尔多一套袖箭，暗示关键时刻可以下死手除掉苏灿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将苏灿武器全调了包。场上两人一经交手，苏灿大刀就被拦腰斩断，没了武器防身的他立马来到兵器架前，丢出一个流星锤将博达尔多砸落马。总算扳回一局了。你那张票撕了没有啊？别！吃了瘪的博达尔多拿起斧子迎面杀来，可苏灿的兵器架上不是木棍就是擀面杖，最后只有一把袖珍小刀可用。眼看对方大斧子呼啸而来，苏灿也只能提起小刀进行反击。两人见招拆招，环环相扣，看似热闹，实则背后是权力的隐喻，谁的背景大谁就提前占尽了优势。好在苏灿功夫技高一筹，一记过肩摔扯掉了博达尔多护身盔，随后趁机拿起一把三节鞭，继续和博达尔多近身搏斗，但对方却也将兵器换成了关刀，3下5除2将三节鞭切成了双节棍。而众所周知，星爷的偶像是李小龙，很多电影中都有致敬偶像的片段，这一次的双节棍自然也不例外。你还不认输啊？再来啊！眼看马上地下都不是苏灿对手，狗急跳墙的博达尔多立即射出袖箭，结果却被眼疾手快的苏灿识破，导致袖箭数次反弹。
扎进了博达尔多体内。见此一幕的达叔上书眼看胜局已定，双双举杯开始庆祝。谁料王爷却又从中作梗，示意主考官宣布苏灿先落地输掉了比赛。这个回合博达尔多胜。这个短命的老郑啊，图我银子放我鸽子啊！你别让我看见你一次打一次。就在达叔愤愤不平的瞬间，准备接受封赏的博达尔多突然一阵痉挛，口吐白沫后原地立粉。原来袖剑上被赵无极淬了剧毒，让苏灿成功晋级成了这届武状元。可就在等候皇帝册封时，赵无极又出来作妖，拆穿苏灿目不识丁，有人替考比试。闻听此言的皇帝龙颜大怒，下令苏灿当场写自己名字以证清白。见识过儿子龙飞凤舞写字的达叔，暗自窃喜苏灿会写自己名字，殊不知那些都是糊弄他的随便涂鸦。我不会写啊！你分明是作弊！拖出去斩了！达叔赶紧出来揽下所有罪责，却也导致皇帝更加气愤，于是让礼部尚书定两父子死刑。但由于刚才达叔帮他赢了2000万两，尚书念及两人数分钟的交情，直接将苏灿父子死罪摘得干干净净，最后只判了一个抄家之罪。可皇帝却认为判得太轻，当即下令达叔两父子以后终身刑期。这下苏家一夜之间荡然无存。被抄家时，苏灿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瘫在椅子上眯着眼哼唱男音。师爷过来与之告别，叮嘱他从今以后别忘认真学习写字。可苏灿依旧眼皮没动一下，手上不停地打着节拍。见此一幕的师爷埋怨自己这么多年都没能教会苏灿写字，暗自神伤的准备离开。而就在这时，师爷，我会学的。简单4个字过后，苏灿又闭起眼哼起了男音。鸳鸯口一结不一结呀。原来最落寞的不是垂心垂肺哭泣连天，而是那种心底里的不甘与倔强，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。很快抄家完毕，两父子身上1分钱都没能带出，为了不让家眷们看到他们难过，离开时互相勾肩搭背哈哈大笑。可一旦有人仔细聆听，就会发现笑声中透露着无限落寞凄凉。接着父子俩一路来到大街之上，苏灿想不通为什么要听皇帝命令，一句终身刑期两父子就要一辈子要饭，于是他拦下地主家的傻儿子，开口让对方拿个几百两来江湖救济。可就在银票即将到手之际，傻儿子突然反应过来自己上当，而这一计不成，苏灿又想到两人当街卖淫，然后凑钱回到大本营广州，到时候天高皇帝远，可以东山再起。不曾想，眼看胸口碎大石表演得如火如荼，赵无极这时带着官府之人出现，指出苏灿父子一辈子只能要饭，街头卖艺这是忤逆圣恩。说完这些，就让手下将两父子赶走。一席话说的苏灿倍感侮辱，果断出手想一击必杀，拿回颜面。结果赵无极只是随意出手就挡下攻击，并且还顺势扭断苏灿胳膊。接着赵无极快速拍打苏灿其余部位，仅一个呼吸时间就打断了苏灿全身经脉骨骼。阿灿，阿灿，乖乖当乞丐吧。赵无极走后，达叔背着浑身瘫软的儿子四处躲避，终于在城外找到一座破庙落脚。为了给苏灿弄口吃食，达叔从此褪去锦衣华服，换上粗布麻衣，和街上叫花子一起沿街乞讨。这天，达叔看到一个乞丐在地上写满遭遇卖难，生意是异常火爆。在那人下班之后，他赶紧蹲过去继续值班，可对方发现这一幕后，立即回头擦掉地上所有文字。哎，老兄啊，你别那么小心嘛，你不会自己写啊？我是看你下班了，借你地方用一下嘛，真是的。浑浑噩噩睡了2个多月的苏灿，知道自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，整日临摹石柱上的字体回忆过往。随着他一天比一天萎靡不振，时间转眼来到了数9严冬，衣衫褴褛的达叔也终于一病不起。知道老爹把吃的全给了自己已经3天没有进食的苏灿心痛不已，他鼓足勇气迈过那扇连接外面世界的天堑，来到大街上给达叔讨一口吃的。然而曾经一呼百应的富家公子，一时间还无法退下最后那块遮羞布，要了半天根本没人愿意理他。眼看街上的行人逐渐稀少，苏灿浑身无力地坐在台阶上开始乞讨。好心的大爷们呐，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！我爹快要冻死了。没曾想他话音刚落，身后院里走出一个妙龄少女，开口表示要施舍给苏灿一些碎炭。但就在苏灿伸手去接之时，竟发现少女是心上人如霜的妹妹，并且对方也同时认出了自己，立即拉住苏灿手腕，大声呼喊姐姐，将如霜喊了出来。而面对心上人的快步逼近，苏灿索性将脸埋在碎炭上面摩擦，不让心上人看出自己如今落魄模样。殊不知刚才转身的瞬间，如霜就已经确定眼前之人就是苏灿。他知道这是苏灿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，于是并没有开口点破。兄弟，你嘴像啊！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小翠，去拿几个馒头出来。哦，你认错人了，他不是苏灿。你很像我一个朋友。哦，
以后没东西吃，你就到我家里来拿馒头。加倍超了他仰天大笑，武功被废了，他没流过一滴眼泪。老爹生病时，他依旧没有哭，唯独落魄却又遇到自己心上人时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沿街一路痛哭到撕心裂肺。姐姐，要不是为了你，他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可就在这时，苏灿又看到达叔被官府众人羁押，上前一番打探才知道，只是达叔刚才实在饿得紧了，一时没忍住咬了别人一口馒头。他连忙恳求众人放达叔一马，结果领头的认出了苏灿武状元身份，立即让人端来一碗狗食，表示苏灿吃完就可以放两父子离开。而面对如此奇耻大辱，没钱没权没武功的苏灿只能服从。他端起狗食开始大快朵颐，目睹这一切的达叔不忍儿子独自受辱，一把拿起碗中食物狼吞虎咽，想尽快结束掉这场尊严践踏。